Jumbo 午安，现在是下午2点半。那今天早上呢，我们完成了半天的 Game Drive All Pajeta 看犀牛。那么现在呢，我们快速的 check out 我们住宿，然后现在要往南方去，也就是在 Nairobi 的回程中。不过今天呢，我们不会直接回到 Nairobi，因为需要5个小时的骑程，所以我们今天会骑大概60 click 到大概靠近中间点的地方了，然后明天再把它整个摩旅的骑程完成。在离开南 UK 之前呢，我们先去 check in 一个地方，因为南 UK 呢，它跟这个非洲第2高山 Mount Kenya 和肯亚第1高峰 Mount Kenya 非常的靠近。其实我们住宿的地方从窗口就是可以看到 Mount Kenya 的顶峰，可惜这2天就是很多那个云，所以它把那个顶峰给遮住了，所以看不见。那没有关系，我们现在就骑30 click 到 Mount Kenya 的其中一个入口，去那边打个卡，证明 been there done that， 到此一游。前面这一个是不是一个 biker 嘞？它的着装是有点像 bikers， 摩托车也蛮像的，它也是有 Insta360。哦 ，Vogue， 他骑的是无极，酷。一些中国品牌的摩托车在这边还蛮普遍的。昨天我有看到一个酒店的职员，他骑的就是一个中国的牌子，叫做 Shine Ray， 就是沙尘滚滚啊。前面呢就是 Mount Kenya， 但是就是被乌云遮住了。这一带已经将近3个礼拜没有下雨了，所以地上是蛮干的，就是可以看到那个地面是龟裂的啊！这几天跟在后面吃了不少灰和土哎。我们一直在爬坡中，不断的往上，所以这边温度越来越低，然后看到那个云层越来越重，也越来越靠近这些云端了。啊，好冷啊！我看这边只有10几度吧。哦，到了吗？到了耶！哇！Daylight is fading, your journey is ending. They tell me you'll never come again. My heart is heavy from holding so tightly till only a memory remains. Leaving the Mount Kenya Sirimon Gate 啊，看看前方的山谷。Back to the off-road。冷风阵阵。从这边就是一路的下坡，一直接到这个大路为止。哇，其实蛮高的耶。我们现在经过南 UK 的市区。
Shadows are moving. 5点了，我们到了 Nyeri 这个山中的小城。今天晚上住这里，现在直接就去我们订好的酒店。The White Rhino Hotel. We're here. 好 ，Barry， 早安。今天呢是第11天骑行，现在是早上8点半，我们在 Nyeri。那现在的温度呢是13度，所以还蛮冷的。看我都穿上了这个冬天的外套。那现在我们先出去外面找地方吃早餐，之后呢就回来check out 酒店，然后就唯一的目的就是骑向 Nairobi， 完成我们11天的肯亚摩旅。Breakfast time。10点半，我们退房。今天呢，一共要骑180 click 回去 Nairobi。中间呢，我们会 detour 去一个地区叫做 Mue， 是之前我们在Iten那个高原看他们健将跑步的时候了，认识了一个当地人叫 Dennis。那 Dennis 呢，他就特别给我们推荐了这个 Mue， 因为这个就是他的 kampung， 有一望无际的稻田，所以邀请我们去那里看看。那从 Nyeri 到 Mue 差不多80 click， 1个小时多吧，将近2个小时。如果没有越野的话，今天第11天骑行，也是我们肯亚摩旅最后一天骑行，不知道会不会出乎意料没有越野。看来越野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情啊，没有越野才是很特别的。哇，两边都是稻田，哇，好远都是啊，漫无边际。现在他们已经收割了。我们现在来到了 Mue 的这个应该是稻米的 process 的中心。那这边呢，就是他们在卖米嘛。这边有很多的工人，就是一包一包这样子称着重量去卖的。Hi Dennis, this is Elizabeth. We are now in your hometown, Mue Town. This is the rice that you asked us to see. As promised, we visited your town. Yeah. Welcome there. Diamond means diamond. Two diamond. The manager of this place. He is the one who makes sure the basmati rice to eat. But they don't call it basmati, they call it P1 Peshori rice. 这个厂的后面呢，就是这些 machine， 把这个稻米把它分类打出来，然后包装。哇，这边有很浓的这个米香味耶！这边就是那个 machine 打出来的米吧，也是一包一包的。下午1点，我们离开 Mue， 现在前往 Nairobi 的最后100 click。Let's go！ 2点，我们回到了 Nairobi， 骑了1个小时呀。还算是蛮快的。
现在我们直接呢去入住酒店，卸下车上所有的行李，接着去租车行还其中一辆摩托。因为接下去我们还有2天会在 Nairobi， 所以留着一辆摩托车，那就方便我们四处去探索啦。2大袋的衣服和骑行服要洗，雨衣啊，还有骑行的包包，这个我们自己洗。Laundry service。我们现在还车。Yes, I have done 1,657 kilometers. Woohoo! 好，那天我们留了我们2个大的行李箱在这个主车行，所以我们现在呢还了一辆车，还剩一辆车，就用这辆车把它载回去酒店，然后开始我们的 packing。Thank you, Kibo K250. Thank you for the awesome ride in Kenya. Thank you for the wonderful 1,657 kilometers. Thank you, Asante. Goodbye. Heading back. Woo. 中国火锅在肯亚这边还蛮多中国人的。哈巴瑞，早安！现在是早上8点半，我们在 Nairobi。那我们今天早上的活动呢，是在这个 Nairobi 的一个 Public Service Club 这里，打网球。我呢是刚刚才开始学的新手，所以我们在出国的时候摩旅之后呢，就尽量会找当地的教练来打一打网球，感受一下当地的网球文化。这边的网球场呢，很多都是属于这种 clay court。我们现在来到了中华街，这边都是中国人开的店吧，相信是有华人的餐厅，有超市。这个是我们中华传统的红灯笼，这是中国人的超市，应有尽有，各式各样的冷冻海鲜。各种干货，香菇啊，这种药材啊，这些都是从中国进口的这个中国货。这么大的货源，可想而知，在肯亚这个 Nairobi 有多少的中国人可以消费这些中国来的产品。我们问了超商的这个职员呢，想要吃牛肉面，所以他介绍我们来这家重庆小面。午餐之后，我们雇佣了导游，进入 Nairobi 一个充满挣扎的地方。Hello guys, my name is Clarence. I live in Kibra. I have lived here for almost 10 years. Kibra is the largest slum in Kenya. Kibera 坐落在 Nairobi 城市里的贫民窟，在这片仅有 Nairobi 6/8土地的区域里，挤满了25万居民，不仅是肯亚最大的贫民窟，也是世上最大的贫民窟之一。As you look at the housing, is very poor. The conditions are very poor. People live in deplorable conditions. 这里的土地属于政府，人们在土地上建造棚屋居住，其中90%的居民是租户。棚屋平均面积为12平方英尺，由泥墙、铁皮、泥土和混凝土构成，通常住着8人或更多，许多人只能睡在地上。
Toilets is a problem. So there are so many problems that people are facing in this area of Kibra. 这里只有约1/5的地区通电，许多居民无法负担电费。水源是直到近期才开始提供，资源稀缺。厕所也是一大挑战，很多只是地面上挖坑，一个厕所供50个棚屋共用，填满之后才将污物运到河中倒掉。种种的因素造成这里的卫生条件相当的恶劣。Here in Kibra, childhood diseases are very rampant. People are getting sick, children are getting sick. Then also the health facilities are very minimal. 这里没有政府诊所或医院，医疗服务都是由非营利组织提供，包括基金会、无国界医生、教会等等，还免费提供 HIV 检测和药物。Kibera 有超过1半的人口失业，疾病、酗酒、暴力、犯罪、强奸、堕胎是这个社区棘手的问题。There's a train that's passing. So this railway is almost 100 and it was constructed in early 1900. Yes, so it's almost 100 and something, 130, 120 something years. Yeah, but it's still used. People are using it to transport cargo, people, passengers. 过去曾服务于印度的贫民窟，多年以后再次进入，唤起了强烈的冲击感。简陋的铁皮屋，没有正规的排污系统，污水和垃圾随处可见。妇女们在摊位上卖着简单的食物，孩子们在街道上玩耍，笑容依旧天真浪漫。尽管失业率高，资源匮乏，但他们依然在努力寻找生活的可能性。一些慈善机构设立的医疗站点和职业培训中心，成为了这片贫瘠土地上的一线希望。这一段经历，有震撼，有沉重的无力感，也敬佩他们顽强坚韧的生命力。祝愿 Kibera 的人民在困境中依然保持希望，愿这片土地上的努力被看见，迎来转机和光明。好了，我们要回国了，所以现在就把这个第2辆摩托车还回去，然后谢谢这几天在 Nairobi 的关照。拜拜 Kibo。